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月17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了。美股如期反弹，但力度太弱了，走出了4连阴的回调。一旦下一个交易日再次收阴线，构成5连阴，那么波段交易者要特别小心，这将是灾难行情的一个开始。特斯拉连续调整，下周就要变盘了，这可能是再次的低点加仓时机。OKO 图形很漂亮，有机会是周线的大底模型，关注后续大波段的启动信号。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板，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81期的视频。那么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周复盘观点。那么第一部分还是要讲一下有关纳指的市场观察，我们会通过技术面之前的观点回顾，市场如果构成5连阴会发生什么，包括在日内15分钟时间变盘和趋势的分析，来讲解目前美股市场纳指在短线和中线波段上的一些技术分析的表现。而对于市场短线、中线有所了解之后，我们来到个股解析第2和第3部分。阿哲会讲到特斯拉、亚马逊、英伟达、谷歌、甲骨文、MSTR、微软、博通、MD、HOOD、APP、高通、Circle、OKO、PLTR、Koi、美光、RKLB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您会发现阿哲视频当中的目录会有比较多的内容，个股标的很多，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会偏长。但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只标的您都感兴趣想要去收听的，所以也把每一只标的做了一个时间轴，分好了段落。那么您点击对应的时间轴，就可以快速跳到那只个股的分析，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不过阿哲唯一的建议是，第一部分大家可千万不要跳过，因为它会是所有知识点的总结，后续的个股更多的只是一些应用和买卖点的识别，会是比较快速的分析。如果只听个股的话，那么它的意义呢会小很多。而且在投资个股之前，我们对目前的大环境方向要有一个认识。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之前所提过的一些观点。那么1月13号呢，是之前所讲过的一个变盘点，它呢是由2根趋势线交集而产生的一个点位。那么这一天呢，我们提过很多次，市场在这一天降到了本次的上涨高点，市场出现了3天的回调。在回调过程当中，是不是上期视频讲过这一天也是一个变盘点？所以高点和低点基本上接连出现，那么市场就产生了震荡，而且幅度呢是不小的。而关于这些变盘点是怎么出现的，阿哲这里呢就不再赘述，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听一下前2期视频。那么当下的市场已经在三角形收敛当中走出来了，那么这个方向还没有完全的确定，但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股价是在这个三角形之上的。所以我们之前说过2种可能，虽然是一句废话，但这个废话呢还是有点用的。这2种可能就是要么是涨，要么是跌。好，那么三角形的突破，要么就是有效突破，那么就是看涨。那么如果是无效突破，是个假突破，那么后续将会产生的是诱多后的再次下跌。所以当前我们要去识别之前的这一波突破是真还是假。那么当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市场通过高点变盘后的下跌，它已经跌破了前期的这种上升趋势线，价格连续有3天时间已经在这个线下了，所以这是不太好的一个现象。好，那么最后的一个防守就是前期的下降趋势线，它在突破之后产生了回踩，然后有连续的影线在附近产生，所以这里是一个支撑。价格走势如果后续要转弱要走空，对于波段投资者你要注意一个信号，就是收一根阴线，把这个趋势线再次跌破。那么更加明显的就是它不止跌破这个趋势线，还跌破前面这个小低点，那么构成下跌反弹再下跌。好，那么在关键的支撑位上出现，这就是有效破位的一种现象。那么方向将会说明之前是诱多，而后续才是真正的下跌趋势。那么到了那个时候，你要知道方向大波段将选择向下。那么后续我们要特别注意了，个股交易只能以短线看待，不能随便去持有多方筹码，下跌不能随便去买入你所看好的个股多头了。这呢就是对于之前的观点的回顾。而接下来我们讲一下5连阴。5连阴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那么会发现市场当中其实出现5根连续的阴线是不多见的。那么上一次在美股纳指上出现5连阴是什么时候呢？你会发现是前面的这个高点，这里出现过5连阴。而之前阿哲讲过，不管是3阴还是4阴，它其实很多时候都有可能是一个回调。当到了5连阴的时候你要小心了，很多时候这种就是高位出货的一种可能性。在之前这个5连阴之后，市场出现了下跌，力度是比较汹涌的。而这种5连阴产生的高点，它一般是难以被突破的。如果你在2025年就跟随阿哲一起学习内部课程，
那么在内部课上，我们之前讲过，五连阴它其实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个非常传奇的理论，叫一目均衡理论当中的行谱论。它里面呢对于五连阴、五连阳就做了一些界定，三连阴、三连阳一般呢不被他们所去重视。在日本的投资界当中，一目均衡理论的崇尚者，他们一般会关注连续5根以上的阳线和阴线去界定市场的一个趋势的改变，所以前期高位的时候出现五连阴，确定了一个高点难以突破的一个事实，而低位反弹时产生的五连阴线也确认了市场后续这个低点它没有那么容易被跌破。而现在如果再次构成五连阴，将要出现一个很恐怖的现象，就是这个高点将不容易被突破。所以之前在个股出现五连阴时，阿哲也提醒过，上一次讲到的是特斯拉的五连阴。那么目前我们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图谱，那么特斯拉的图谱当中，你会发现五连阴其实是不多产生的，它之前所产生的可能会有4连阴线，这是比较多见的，要么呢就是3连阴线。那么很多时候就是1根2根的阴线基本上呢这种就是强势行情的一个特征。好，而你发现在这个地方出现了1、2、3、4、5，是不是这5根阴线产生？阿哲当时及时发布了一支视频，叫做特斯拉五连阴。那么这种五连阴产生之后你就知道了，后续它有很大概率是走出货，或者说这个高点是很难被后续短期突破的，它很容易是中期以上的一些高点。所以五连阴在上涨时出现，特别是一波加速比较强势的单边上涨之后出现，它是一种风险，或者说大概率风险。当然有时候五连阴出现，它有可能是低点，我们也说一下什么情况下它的风险更大，什么情况下呢它的低点可能性更大。那么当下我们回到纳斯达克指数的一个图表当中，那你会发现这个五连阴其实出现的概率是不高的。那么这整段行情我们今年从见到低点之后上涨到现在，它有多少次五连阴呢？其实低位的时候产生过一次这里当时是五连阴。好，那么五连阴有2种可能是产生机会的，就是它已经跌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是暴跌。好，之后出现五连阴，它有机会产生的是最后一跌。所以这五连阴产生之后你要关注了，它一旦这个高点被很快速短期的突破，那么反而产生是机会，容易告诉你这里是最后的一跌。那么这是第一种情况。好，第二种情况就是它可能下跌的地方刚好是某些关键的支撑位上，比如说之前这里产生过的5根阴线的下跌，那么这个支撑位我们可以用山海趋势图当中的这个飘带去看，就五连阴如果下跌的时候它跌了5根阴线都没有去有效跌破这个飘带，那么它有时候可能只是前面涨多了，它构成了一个有效的回调，而并不是出货修复了一下乖离。好，这种五连阴它是机会的可能性也会比较大，就前面只是短线涨多了，后续短线超跌修复乖离，然后去产生一个机会。那么这种机会一般发生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动作，就是强势的阳线出现。有时候这种下跌它哪怕有支撑，可能反弹的力度比较弱，它也很有可能告诉你前面这个高点是不容易过的。好，而如果你发现五连阴产生之后能够上涨新高，基本上就告诉你这些位置其实没有什么问题但你要小心的是一种市场五连阴。我们会看到这个地方当时又出现了5根阴线这里是1、2、3、4、5。好，五连阴之后呢没有产生反弹，那么市场反而继续大跌下跌。好，这种五连阴产生它还顺势的把我们的彩虹带是吧支撑早就跌破了，第2根阴线就跌破了。好，而且后续呢把龙门线也跌破了，那么这种五连阴产生的下跌就比较风险。那么当下市场产生的5根阴线，我们来瞧一瞧，那这5根阴线是不是还没构成？就目前只是4根。好，一旦后续再收1根阴线，而如果这根阴线它还构成我们刚刚所讲的一种不好的三角形的破位构成之前是诱多的这种5连阴线，那么这种5连阴它是出货的概率就更大，这个高点就不容易去过。好，所以一旦下个交易日再收阴线，你就可以关注一下，这是一种5连阴的风险行情。那一根阴线如果没有产生破位，那么有可能在一根强势的拔地而起的阳线之后，反而产生是再次的破顶行情。当然这一个技巧必须要有5连阴产生之后才让你去关注，如果没有5连阴呢，比如说下周一收阳线呢，其实阿哲呢讲一下自己的主观看法，这个5连阴呢只是让大家去关注你手中股票可能有已经走出5连阴的，那要小心它如果是高位震出5根阴线风险很大。好，指数目前是没有5连阴，但不代表呢你就不能用到这个支持点。那如果让阿哲用主观的意识告诉大家，我的猜测就这里形成5连阴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因为如果相信您是听过阿哲讲课的，我们之前讲过一个新月满月的一个情况新月呢容易偏市场上涨，
在下周一市场休市，当它依旧是一个新月，所以新月之后市场容易看涨，所以这里构成第5根阴线的概率，阿哲从一个预测角度告诉大家是极低的。只是呢，想大家去关注以后市场出现5连阴的时候，以及你手中个股出现5连阴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小心它是加速之后的一些出货行为。所以这呢是作为一个补充吧，叫做5连阴的一个学习，之前讲过，现在再做一个复习。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讲一下日内上的一些时间变盘预测和趋势上在日内怎么去分析。当前的市场，我们最近讲的比较多的是日线上的一个变盘点。那么效果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是可以辅助我们去做交易，还是可以让你在某个时间刻就好像定了一个闹钟一样，提醒你那个节点要小心，要注意。那么日内呢也有时间变盘，那么等等，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如果听到这里，那么前面的观点回顾和5连阴能够帮助到您，也希望大家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小红心，为阿哲视频点个赞。如果您是老同学，也同样可以照常在底下留下您的宝贵评论，亦或者是建议。当然了，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阿哲希望您在学习有所收获的情况下，可以点击阿哲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在点击之后会显示已订阅，说明你已经成为订阅粉丝观众。那么未来我们可以一起学习技术分析以及探讨美股行情交易。当然了，这里阿哲比较建议大家点了订阅之后，可以再点击这个全部铃铛。那么点了全部铃铛，未来阿哲的每期视频在发布的时候它就会第一时间用弹窗的方式告知各位那么阿哲的视频您就基本不会错过了。如果只是点订阅没有点铃铛，那么可能你要主动来到阿哲频道才能发现阿哲视频是更新了没有。那么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订阅、点赞和评论谢谢你们的支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下一部分。下一部分所谓日内的时间变盘是阿哲呢近期最近这一周才更新上的一个新的内容。这项技术呢是阿哲很久之前就有在使用，但是之前呢一直没有公开。那么阿哲是发现最近很多同学，特别是财神同学对于日内的交易很感兴趣，因为从波段上来讲，日线最近一直在这里震荡所以很多同学可能转为了一些日内的仓位比较多，所以也让阿哲呢做一些日内的预测点位和测算。那么阿哲呢在最近呢也去加上了在盘前广播当中，您只要是我们的财神同学，亦或者您是订阅了阿哲频道的同学，那么盘前广播呢是作为一个订阅福利，您是可以在每天美股开盘之前就收到阿哲的这一个美股日内的变盘时间点的。那么目前你所看到图中呢，就是纳斯达克指数15分钟的变盘时间窗了。每到一个变盘节点附近，你要小心，它有可能是一个高低点的产生。而后我们现在看一下，近期的变盘点有一个特征就是它的高点变盘之后，它的下跌力度在变强，而它的低点变盘后，市场的反弹一般没有过之前的变盘高点，所以这种情况产生就意味着它的下跌变强了，变盘上涨的力量变弱了。那么这种是一种相对走弱震荡的一种格局。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下周2开始每天的变盘点，像在2点的时候，1月16号盘前所讲到的这个变盘点是我们香港时间，大家记得呢，如果您不在香港，不在我们这一个时区的话，那么可以去换算一下换算一个时间正常，这里应该是美股的下午1点那么像这一个高点呢，它应该是美股开盘的9点45分大家可以去做一个时区的换算。因为阿哲一般是用我这边的时间算好之后直接就发出去了就没有去进一步的一个换算了。好，那么下一个变盘点，因为前面是低点的原因后面一个变盘点它是高点的可能性会比较大。那如果后续下一个变盘点是高点的话，那么这里是不是应该往上去走？好，那么这个变盘点如果依旧没有超过前面这个高点，那么说明它还是维持一个反弹力度呢是不如下跌力度的。当然还有一种更危险的情况，就是这个低点变盘之后继续下跌，那么下一个变盘点才是真正遇到一个强势的反弹低点。那么这就说明它本来应该涨1倍的时间却变成了只涨了1半然后后续呢是留给了下跌。那么这种情况下也会说明市场还是一个弱势的。所以我们目前的时间上要关注15分钟2种情况，就第一个，下一个变盘点是低点还是高点。如果下一个变盘点是低点，那么就说明市场依旧是走弱的。还有就是下一个变盘点如果是高点，那么它的这一波上涨它是否能够超过之前这个高点，如果可以，那么下一个变盘的低点那么有可能就是产生买入的机会。这是15分钟我们的时间预测上的一个信息。大家如果是订阅粉丝同学您是可以在每天盘前看到阿哲的这个时间变盘点的。而后呢，我们再看到趋势的角度，
时间变盘它只是一个维度，而时间的维度确实也相对有一点理解的难度。那么如果对时间还不太会用的，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趋势上。趋势是对于散户交易者来讲最为依赖的，或者说最为可靠使用的。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趋势图，上海趋势图可以让我们去界定它的一个趋势的方向。当前很明显是黄色飘带占主导，所以黄飘带占主导的市场为下跌的市场，而紫色飘带为上涨的市场。当市场处于黄飘带，属于目前15分钟是下跌的趋势，下跌趋势没有转为紫色带之前，市场它依旧走的是下行，那么就容易出现低点再创新低，高点不创新高的可能。所以当前呢走的是一个三角形的收敛形态，短周期的。那么这里究竟是往上还是往下，我们可以等待一个15分钟的突破选择。正常来讲，如果是保持黄色带，那么往下破低点的概率是更大的，它就有点像反弹时的一种收敛震荡而已。那么这个地方想要走势反转向上，我们除了看变盘时间的2个注意要素之外，还要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三角形能不能在15分钟出现向上突破。突破的过程当中关注2个点，一个呢就是这个飘带能不能转为紫色，转为紫色之后能不能有支撑，而后就是这个龙门线。龙门线是一个相对中长期的一个趋势指标，市场走势之下，正常龙门线是有支撑的，就是每次打到龙门线如果有支撑，那么市场它所产生的机会一般是比较大的。而如果龙门线是向下产生是压力，那么这种位置一旦产生反弹高点，那么风险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曾经我们在龙门线附近产生过的回调都强调过几次，如果一旦支撑有效，市场容易再起波段。那么最近出现一个情况，就是龙门线呢它的支撑效果没有了，它出现了破位，向上突破再向上跌破。好，所以当前的走势就是大范围的震荡行情，它又没有支撑又没有压力，所以一旦突破小心它要往回走，一旦跌破反而小心它要往上走。所以当前的股价走势，我们想要走出趋势行情向上它必须要突破这个三角形，而后站上龙门线，后续再往下落往下掉的时候不能跌破龙门线如果像前面这里突破龙门线回踩往上走不能新高，反而把龙门线再跌破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说明还在震荡多方呢依旧不强，那么结合日线如果再出现下跌，那么就不太好了。所以当前的龙门线可以作为一个标准，我们看一下龙门线的价格，目前是 23,596.44， 大家也可以看左上角左上角这里也有个数值 23,596.44， 这个数值要被突破，而后回调时不能跌破，跌破就还说明趋势是反弹，如果突破站稳，那么市场往上走，那么在休市之后，那么市场行情只要这么走，那么向上的概率结合新月变盘，那么它的上涨可能性会更大，那么5连阴基本上就不会形成。当然了，如果您是财神同学或者说订阅粉丝同学，您也可以同时关注上海趋势图的另外一些更加精确的一些信号，比如说市场在下跌的时候，就这一个小钱袋子这个钱袋子呢一旦出现的时候，一般市场说明它有一种资金的收敛状态，市场容易在这里产生支撑。好，只要这根 K 线能够在后续快速的被强势阳线突破，那么正常这种位置它如果还是一些低点变盘的时间的话，那么它出现上涨的概率性会大大增加。所以一般如果你是做日内交易，那么这种钱袋子出现的时候，你要去关注它，可能是你在日内去套利的一个机会，特别它如果是一个龙门线向上而紫色带向上的时候出现的快速杀跌而产生的钱袋子被快速修复，它一般会有短线上的一些机会。这些点位最好结合它是否是时间变盘附近，如果它是时间变盘附近的钱袋子而被突破，那么你就是在时间和价格的顺势中去做一笔交易。当然了，它如果出现突破，但是后续重新跌落，那么一定要止损，因为不是每一次钱袋子都能够成功，都能够让你有所获利。有些钱袋子出现之后它可能就只是一次反弹，那么没有太多利润，那么你要跑。但整体而言，如果你结合时间加上这个钱袋子，那么在变盘点附近找到钱袋子或者说踏浪 K 线，那么所产生突破之后的行情，至少做一笔套利是没有太多的一个问题的。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第一部分对于指数纳斯达克指数的一个讲解，后续呢我们将开始个股的解析。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再次强调，如果您是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而后您还未领取到阿哲给到的3重福利，那么记得去跟朱老师去领取。
特别是今天刚刚点击订阅阿哲频道的同学，如果您是新同学，并且刚点订阅，您可能还看不到阿哲的盘前广播，还没有安装山海趋势图，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很简单，您只要确实点了订阅，您可以看一下目前右上角的小弹窗有一个小卡片，那么它是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点击小卡片就可以找到助教，而后跟他领取3重福利。当然呢，你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点击置顶的评论，阿哲所发送的这条置顶评论当中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点击链接也可以找到助教。那么很感谢大家订阅阿哲，首次相见就能够订阅阿哲，所以阿哲希望大家能够在订阅之后立刻就有所收获。那么这3重福利就是阿哲给大家的第一个见面礼。那么除了刚才所讲到的山海趋势图以及我们的盘前广播日内变盘点之外，第3重福利也很重要。第3重福利呢，是阿哲为了大家能够在知识面上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进展。因为公开的视频当中，一般讲的知识内容会比较简单基础。如果您想要学更多的进阶干货进阶的技术分析知识内容，那么可以参与我们的内部直播课程，会由阿哲和阿哲团队老师进行一个授课。那么这个课程的内容每周呢都会有所变化。那么下一周我们依旧以趋势为主，趋势为王，怎么去看懂市场，掌控交易。如果在技术分析上，您目前如果还相对茫然，不知道怎么去使用，不知道怎么看懂手中个股，那么下周的4节课程从20号开始，这4节课大家找到助教可以去报名预定参加的名额。那么在下周开课的时候，您可以及时在内部去参与我们的4节直播课程。我们会讲到如何踏准节奏，看懂市场，以及掌控您的交易。那么这4节课程希望能够帮助到您。那么以上就是阿哲给到大家的3重见面礼福利了，感谢您的订阅、点赞和评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部分。第二部分我们讲的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特斯拉最近的走势还是相对的偏弱因为我们之前讲过5连阴之后的一个股价走势，一般第一波上行只能做个反弹，不要一下子看太远。像很多人呢会认为上升趋势当中每次回调买进可以直接看新高，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说这是大概率事件，但是不能说每次你都盲目的去直接满仓去回调低点去买，博弈去赌它能够新高，就什么都不管了，肯定不行。因为趋势的走势一般会有随时的改变的可能，所以你要一直的去跟踪，特别是股价高位出现过5连阴调整的这种行情，如果这是一个出货高点，你会知道它没有那么容易一次性就过，所以它可能是会走曲折、震荡、2次回踩，甚至是再破低都有可能。所以一旦出现5根阴线，特别是加速周的5根阴线，不要妄想它一次性就能够去突破，这种概率是极低极低的。所以当时这种地方也是出现了上涨，如果你不及时去卖掉，那后续呢继续就回吐了。所以当前也是一样的，价格的第一波反弹，那么阿哲之前说过如果你做短线遇到3根阳线3根小顶左侧收阴就是卖点，连续下跌目前破了第一根阳线的低点，那么是不是也应该走了呀？所以左侧还有略微一点利润，那么右侧基本上就是盈亏平衡。当然呢，我们还有一笔走势交易，其实在目前呢还没有结束，所以当前股价走势是一个下跌反弹，小心2次破低点的一个可能性。但是哪怕2次破低，对于一些左侧交易者来讲，阿哲依旧认为机会带风险，因为底下它的空间是不大的，再往下略微低一低踩一踩，基本就遇到了另外一个强势的支撑区了。那么下周特斯拉的一个变盘点是哪个时间呢？那么是22号，也就是下周2的时候，我们在盘前广播当中其实提醒了很多次，最近的特斯拉的变盘点有一个呢是这根阴线，那么这根阴线目前被验证它是一个高点变盘，那如果它是高点变盘，那么下一个变盘点22号那一天是低点变盘的概率呢是大于高点变盘的。如果股价下跌跌到22号，并且在支撑位上能够出现止跌信号，那么那个时候是再次的左侧买点。而如果市场在这里并没有往下跌到22号，而是反弹涨到22号，那么这个时候小心，那个地方可能是一个变盘高点。当然时间预测呢只是一个部分，到时候要结合价格表现去观察是高点还是低点的可能性。接下来我们再通过趋势上来分析特斯拉，我们看到山海趋势图的解析。那么当下我们所看的是山海趋势图，市场在这一波连续下跌进入到了超跌踏浪蓝 K 之后市场有一个前带子突破，出现了反弹。这波反弹碰到了飘带，我们说黄色带是下降趋势，黄色带也代表是一个压力，所以反弹到压力，市场出现下跌很正常，说明它延续一个空方的序列。如果市场下跌反弹飘带收阴线，一般呢就尽可能该卖得卖，而只有出现
飘带无法阻止上涨突破，这种情况下要注意了，可能是一个反转。所以当前的特斯拉呢，还在一个空方的掌控当中啊，市场没能突破飘带，而是一个正常的反弹。所以这里呢要小心，它可能再续的往下去破。那么我们当时讲过一个左侧交易啊，这个时候我们把 TD 神级九转啊调出来。当前我们所看的是神级九转指标，那么这个指标当时构成9的时候呢，我们说可以直接作为买点。好，买入之后啊，如果这一波反弹你只是减仓啊，还有底仓的话，其实你的防守位最后可以留一点仓位，是把411.84作为一个止损的。价格走势出现上涨，然后回落的时候，只要不破411.84。这个附近刚好是刚才所讲的重要的支撑区附近啊，粘合的，而且是在它们之下的。好，所以在不破411.84的时候啊，底下往下跌时，寻找止跌的一些左侧的买点、加仓点，阿哲认为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而只有股价收盘收阴线跌破411.84，这才是本次下跌再一次的转空点。就如果后续收阴线把这个破了，那么后续这里呢，它会延续进行进一步的下跌。所以当前这是阿哲对于特斯拉的一个趋势判断和时间的预测点位的告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下只标的，下只个股，我们看到亚马逊。亚马逊在股价上涨时，它出现了一个金顶 K 线啊，金顶 K 线呢是我们上海趋势图当中的另外一种风险提示的一个指标。当市场如果出现加速啊，特别的是这个紫色带附近啊加速产生的这种金顶 K 线，它只要收一根阴线啊，你就应该卖股票了。小心了，价格它的这种调整一般呢是修复乖离，是上涨当中的回调的一个高点或滞涨信号。那么回到飘带附近，我们这时候要注意啊，这里飘带为第一个支撑，它的支撑点呢是它的上沿，上沿叫做游龙线。那么这个游龙线呢，目前是238.298，它在跌破一次之后啊，快速第2天、第3天都站回来了。所以目前这里不算有效跌破，那么游龙线就还有支撑，那有支撑等止跌，止跌要强才构成买点。那么有同学呢已经说阿哲我已经买进了啊，这个地方呢不知道怎么说啊，你说非要找买点，其实也有啊，如果用 TD50 这个地方其实算是有一个买点，但毕竟呢是一根这个十日星啊，这个相对来讲力度比较弱，而前面呢是一个运线啊，这个运线产生之后啊，我们如果能够有一根阳线把运线吃掉，那么才构成下跌停顿再次向上的一个选择，那么会更好。这一根阳线就买进，相对有点太早太提前啊，那么你要小心它相对力度不强，继续走震荡的可能性。所以当前的看法就是股价它还是趋势的上涨回调，在这附近属于强势正常的回调，收止跌阳线就可以买，只是目前止跌阳相对偏弱，这里买就有点左侧。所以对于这个价位，目前这里除了是飘带的支撑啊，它同时呢也是左边这个前面高点附近的一个承压位转换。市场呢在一波上涨后的回调，再次的加速破左边的高点，而目前的回踩呢也是踩左边这个高点区间附近，再加上飘带的支撑，所以这个支撑是比较强的。那比较强的支撑呢，左侧去买可以去进行考虑但我们右侧才是真正上仓位的地方，突破运线找买点，否则小心继续的回落。它的下沿伏5线是232.712这是要注意的。以上呢是关于亚马逊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在英伟达的图表当中，我们看到空间的走势最近还是走一个震荡的上行，它还是围绕着这一个颈线位在不断的徘徊，但目前还是无法看出有效的站稳。之前呢突破过一次跌回来了，是吧？这里呢突破过一次很强，以为能够站上，还是跌回来了。好，现在呢是往下破的时候它并不是很有效的跌破，就是2根 K 线嘛。我们说关键的一个支撑线上，你可以看2根的突破，突破1、2价格基本上在附近滞涨，那么可能性就变小了，有效突破的可能性。突破第1根、突破第2根，后面就滞涨了，这种有效突破一个价格的可能性就变低了。当然跌破也是同样的，就跌破1根、跌破2根，后续这里它滞跌，就是它震荡，而后它就有可能往上反。好，往上反时这个都无法去站上突破所以这里呢只是说它有压力。如果构成的价格结构是下跌反弹有压力，再往下破这个低点，是吧？趋势又变成下降的短期走势了。这里只能说多方最近表现还可以当然不能说空方就不行了，空方只是暂时被有点压制，但还是很强的。目前前面这里是一个上缺口缺口往上，而后回落的时候没有下缺口，所以多方从这个角度看还是 OK 的，还可以，只是这个压力位一直过不了，所以这里往下走
这里有一个新的缺口，这个缺口作为支撑，它往下如果补了，出现下影线什么的，一般还是会有往上走的一个迹象的。所以补这个缺口，如果是以影线补，那基本上后续可以做左侧买入，或者说收阳再买入这里呢去寻求正仓之后的启动。而我们之前在讲这个正仓的时候，有讲过几个变盘节点就是5天、8天，也就是说它是个斐波那契数列我们的一个黄金比例，5天、8天、13天、21天。那么5、8、13都走过了，目前应该是在16的地方，1、2、3、4、5、6、7、8、9、10、11、12、13、14、15、1616的地方，也就是说它是13到21在走，也就剩几个交易日了。到时候在21的交易日的位置看一下市场有没有一个启动信号，如果有向上的启动信号，那么说明这里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正仓，那么市场趋势还是有机会往上走。那么那个时候可以再加多一些仓位目前呢就只能说以前面大阳线作为支撑，在这附近寻找一些回调的买点，但是仓位呢其实只能说每次买一点点吧，就尝试性的伏击。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的一个日线图表的上海趋势图，在趋势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是一波上涨突破了飘带。我们说飘带的突破说明它是一个多方趋势涨时压过了空方趋势，如果是一个黄色带是空方下跌市场反弹到黄色带附近就小心它是一个反弹后容易形成高点的地方，特别是黄色带附近出现金顶 K 线就一定要小心。好，价格走势如果能突破黄色带，好，这个时候它的回踩变成了紫色带，这是不是一个回调后的买点？好的，买入信号是不是出现了踏浪 K 线蓝 K？ 好，蓝 K 出现止跌阳线，市场出现了一个反弹，只是力度确实一般般所以这里最好能够再次回踩飘带止跌阳，这是启动，不要跌破飘带。目前的飘带下沿，我们的伏5线是 185.075， 那么这里要支撑得住，不能再被跌破了。如果再来一根阴线有实体跌破再补缺口的话，这里就还是比较弱，等到21个交易日之后我们再去看。而这一根阴线呢，它还是一个倾盆大雨的负阴线，负阴线之后我们的交易策略是要它止跌，就是要后续一根 K 线是小 K 线，这根小 K 线然后再被突破，我们可以去买入看涨这个突破呢最好是站在游龙线之上，目前的游龙线是 186.734这是关于英伟达的分析。那么目前你所看的这个上海趋势图，它呢对于趋势的划分呢就比较清晰。那市场如果是紫色带，你就找有没有踏浪 K 线，有没有聚宝 K 线去突破买进。那么如果出现了金顶 K 线，你就不要随便追涨。如果有逃顶小人，它呢也是一种风险信号。市场当下就是已经是逃顶小人和黄色金顶 K 线进行回调之后的一个风险释放。当下呢有一个蓝色 K 线，说明市场进入到了一个相对冷静的周期，市场有可能是低位。好，所以目前我们就可以关注好这种股票。如果您手中股票目前还不知道它处于什么阶段，那么您呢也记得及时在订阅阿哲之后去找助教装上这个上海趋势图，点击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就可以找到助教安装这个阿哲的福利礼物。以上呢是关于特斯拉、亚马逊和英伟达的解析。那么第三部分我们看到其余个股的分析，阿哲依旧会通过上海趋势图来告诉大家他们的一个走势研判。那么第一只标的是谷歌，目前我们所看的是谷歌的一个图表。那谷歌的图表走势当中你会发现它是不是三小顶之后出现了一个回调，而且有一个小人出现这种小人产生的时候，一般离飘带比较远就是一个风险。当它离飘带比较近的时候，有时候呢是机会，但是就是你要关注它所产生的位置。如果是高位出现风险比较大如果是相对的回调后出现它的风险就没有那么大。而目前的一个谷歌，它就是产生于上涨加速冲高上影线之后所以它有一个下跌的动作。之前这里呢是金顶 K 线加小人，市场出现一波下跌。现在呢也是一样的，价格只要飘带上离得太远了，就是涨多了所以离飘带远了，有小人有金顶，那么这个时候不要加仓，而是考虑要把之前回调买进的一些仓位去进行获利兑现了。好，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在高抛获利之后，我们有一个再次加仓或买入的机会，就是回调飘带附近找止跌 K 线。那飘带的乖离它要至少跌到 325.056， 算是在这附近找一些买入机会。当前呢还有一点点距离，但它也不一定非得要调到这上面。如果在此之前就启动一些，那么就出现一些启动信号，比如说低开高走阳线，比如说反包阳线，也可以再次作为一个回调买点。所以你要关注的是股价在飘带附近的支撑，而后有反包阳线
或者说止跌阳线的一个行情走势。而这种买点呢，只能说相对的比较好，但它不一定就能够直接买在一个最佳的优选点上，但它至少比你最高要好。是吧？股价呢回调啊，出现反包阳线，你看一下这种地方可以作为一次博弈它能够新高的一个买点。但如果这个地方它离底下呢还有一定空间啊，你要注意了，它如果这个乖离没有修复完，它可能还会继续往下走。所以这种买点呢，就一般来讲最好是搭配一些信号，就一般最好呢还是看到飘带附近有一些蓝色 K 线啊，或者说一些钱袋子啊。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这个时候的买点一般就买少一点点。而后如果上涨不能创新高，反而创新低，这种时候啊，下一次买点就要谨慎很多了。所以当下呢是还没有出现一次买点啊，可以继续等待啊谷歌的一个后续的机会。趋势上依旧呢还是看涨的。而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甲骨文，甲骨文的话基本上一直呢都是走黄色飘带，而价格呢也跌破了龙门线，所以整体的股价趋势不太好。那么它能不能走好呢？关注它是否能够突破这个飘带，但不代表突破就直接构成买点，因为突破啊，它只能说反弹比较强势。像之前这里也突破了，那突破之后怎么办呢？看一下，看能不能站稳。突破之后转为止飘带，这是一个不错的信号，但转止飘带却没能站住，直接还是跌破了。所以这种地方就一般般啊，不是说特别好。我们要的是转为紫色飘带之后，比如说这种长时间的下跌。转止飘带之后啊，它是能站得住的，就它不跌破止飘带了，才有机会呢产生一些反转行情。如果你发现感觉很强势上涨了，但是它往下落还是跌破飘带了，是吧？这种时候其实就不太好，这种反转的概率是不大的。所以我们尽可能要找的是什么呢？突破飘带回踩能够止跌的。突破飘带一般来讲会有一个变盘信号，就突破一般是一根两根，就两根 K 线突破正常就到头了。如果它是反弹的话，突破飘带两根正常就到头了，这种是一些风险的可能。当下就依旧关注能不能够出现一个动作，往上走突破是能够走两根的，然后再往下调有支撑的，这个时候甲骨文才能够初步我们说看反转。而当下呢只能说看反弹，反弹如果结束往下，如果把这个低点破了，收阴破了，那么下面这个低点正常也要被再次的挑战，就比较危险。所以这种股票不代表它不能涨，只能说你没有必要以此作为最主要的做多的仓位的布局。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STR，MSTR 是不是跟我们上期讲的类似，就是回调因为它走了三小顶三根 K 线，然后上影线再变得很长，这种时候就不用抱太多的这种侥幸了，特别你做短线的是吧？你低位你刚好买到了，那么冲高回落你就应该卖股票了。股价回调时它是不是突破了一天突破第二天，所以这种位置其实就是容易是反弹结束的点，就容易耗竭。耗竭之后呢，如果是反弹，那么它是不是要往前面低点去破呀？所以如果它不是反弹，它应该蓄势之后再往上破，就是走上升趋势，就是走趋势的一个反向了。那么之前长时间的这种黄色飘带就要被扭转。好，那当下能不能扭转？至少它是好久以来首次变成紫色飘带，股价往下调，不要跌破，有支撑，看反包去找买点。那么当前呢，就是有一个探底回升的这根阳线如果后续再收一根阳线上涨，那么我们可以去看涨。当然这一个上涨阳线，如果你想要更加准确一点，就如果你怕反弹如果你是做右侧，你想要买的更稳妥，其实把这根阴线的高点吃掉是最好的。这个时候你再去做止跌上涨，它的成功率会更大一些。亦或者是等它调完，是吧？调到飘带附近它的一个上沿游龙线是 165.008，下沿呢是 163.08这作为一个支撑位。而 MSTR 是要去关注的，因为 MSTR 呢之前我们讲过它是处于一个底位信号产生，这个东西呢就叫做三台柱。它呢一般讲的是市场在这个地方有多种重叠的共振的底部信号出现的时候，它就会产生这一个三种颜色的柱子。一旦产生这种股票特别还是长时间下跌的股票，你就要注意这种地方它的一个机会了。像之前下跌时它目前是首次出现，那么曾经再往前看，其实它这个共振三彩的一个信号是不多见的上次出现的时候还是在9月25号23年的时候，是吧？所以它现在又出现了，我们就要守住了这个地方有可能是一个底部的机会，把这一根 K 线守住。之前这里突破时其实就是作为一种底部的博弈信号，而后我们就要选趋势，就有这种信号，只是说它有一个底部机会，后续能不能走底部呢？看趋势，跟踪它的反转。现在这个股我们再看到微软
微软的行情走势目前是出现了下跌不过它没有伤财柱，价格走势下跌呢，它的能量就是这种红色空方能量是在放大的，这是不太好的现象。它最近呢有一个踏浪 K 线加聚宝 K 线如果这里能出现这种晕线后的上破阳线，可以看反弹，但只是反弹，因为下跌力度有点强，它也破了这个龙门线和这个彩虹带。好，这种情况下一旦止跌上涨，因为超跌的原因，有信号 K 线原因，所以可以看个反弹。压力位是 474.197， 但只能说看个反弹。下一只股票是博通，博通的股价是不是也是一种黄色带？黄色带空方趋势，空方趋势不要随便看反转。虽然前期是有这种踏浪 K 线加前带子也确实呢突破了，但是你会发现黄色飘带是不是作为第一个目标？好，股价2次回踩不创新低，有点不一样再次上涨，有点不一样，但它的不一样还不是很强势，因为飘带还是不能突破，突破1天就滞涨，突破1天还要再突破第2天，而后转飘带去找趋势反转机会，没有的话就小心它依旧处于反弹。目前的游龙服务线看左上角它是 346.163 和 349.128关注这个区间的价格，目前是突破第一根，就是如果突破之后跌破了，那么再突破是重新数不是数前面这个，要重新数。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AMD 的话还不错，因为在周线上大家可以看到 AMD 的周线还是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上升趋势波段的，这种稳定的趋势下，它每次回调到这个飘带附近产生的一些信号你要注意，它可能是一些低位波段的低位。那么在周线上目前是不是出现了一波黄 K 金顶周线后的下跌呢？就比较汹涌。好，碰到飘带附近飘带附近有止跌，有这个前带子，那么又有反包阳线重新站上，从周线的角度，其实这附近都是一些买入布局的点，只是日线上不太好看，但最近呢变得好看了一些。价格走势出现了突破的第一根、第二根，是吧？终于还是往上突破了。好，往上突破不代表就是反转，周线上有好的信号，日线上要找好的买点，不能随便追高。这里呢是三阳小顶 K 线。长上影线跟 MSTR 有点相似，收阴线，那么当下小心股价往飘带的回踩。回踩时呢，因为前面有一个缺口，好，作为缺口作为支撑，回踩缺口下影线止跌收阳也作为看涨点。但那个买点只能说追涨，而后我们更希望它踩飘带止跌 217.359作为一个确认支撑有效而后去买点的地方。突破第一根、第二根之前这里其实也突破过，但回踩呢破了飘带就不太好。目前呢往上走但是左边的阴线还没有有效突破，所以这里要预防回调。如果继续破，那么就说明这一次还不能够构成启动，但已经有这种迹象，它前期的震荡开始呢在低点抬高，高点抬高所以要小心这一波的回调不破，找机会看涨，这是 AMD 的一个看法。而后呢，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HOD 这个延续着黄飘带。我们说黄飘带的走势呢，就小心它每次上涨是反弹，就涨了往下就容易破低点，是吧？涨了往下容易破低点，目前就延续下跌趋势。好，这个下跌趋势走势下，看到的左边有前带子加长下影线。我们上期视频讲过，长下影线产生的地方将是一个支撑区，打到这里有前带子，有前带子不代表买点，大家注意了，前带子只是说这里有支撑，买入信号不是前带子我们的买入信号是一根强烈的止跌反包阳线才行，就是在前带子产生之后一定要有这种 K 线，就高开高走是最好的跳空高开有缺口更好，如果不行就最好是有实体的阳线足够的实体的阳线，那么才构成看涨点。如果不是，而后是长上影线或者说一些丑陋的阳线十字星，那些都不能构成前带子后的买点，这一点一定要注意所以这里只能说有机会买进，但不代表直接买所以看一下下周会不会给一根不错的这种上涨阳线，有的话呢构成买点，因为它在龙门线附近可以看一个支撑。好，所以这里呢是 HOD 可以寻找一个机会。下一只股票是 APP 的话呢，其实它的结构性和特斯拉有点相似。目前所看的就是股价的一个升级周转的指标，价格下跌之前这里出现过9是吧？跟特斯拉是一样的，特斯拉这里之前也是走了反弹，到了飘带收滞涨 K 线下跌，只是它下跌力度比特斯拉强，特斯拉还没创新低呢，它破了左边低点了。
好，所以目前它呢就是比较弱了。好，比较弱归弱啊，但是我们之前讲过，之前这个九转的这个支撑线之上，这个龙门线之上啊，这个位置破位之后，你也可以寻找左侧的买点。当前呢也是一个我们的钱袋子啊，其实如果激进的同学已经开始破低点之后找买点就行了。那么对于右侧同学可以找低开高走强势阳线去买进啊，所以当前的 APP 呢还是在趋势角度上去看好的，整体阿哲认为没有太多问题，只是买点你要找好，然后设好防守位，最终的防守可以用前面的这一个龙门线，或者说用前面这个支撑 520.26 啊也可以。当前这个区间阿哲认为 APP 还是以机会大于风险的。而后呢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高通，高通的话走的是一个震荡的走势，而后它目前是一个踏浪 K 线，所以上期视频我们讲过啊，蛮多同学也关注到的，因为它处于一个龙门线附近的话，是有机会是逾越龙门之后的回调买点，像之前这些位置是吧，都是龙门线附近的买点。好，那么买进信号不是说直接买，阿哲是比较怕大家听到阿哲说，哎，某只股票好啊，直接就买了啊。注意了，买点很关键，有龙门线有钱袋子挺好，但是一定要强势阳线产生再作为买点，是吧？一定要有比较强势的阳线出现才可以作为买点。目前连续的阴线啊还不行，哦，它这种连续的下跌啊，它已经持续了5根了，所以这个地方注意了，它因为位置不高，之前没有走过加速，所以这个地方有可能产生的是最后的一跌，而不是出货，这个地方也不太构成出货的一个位置啊。所以当下呢我们要注意啊，价格下跌时关注最长的下跌动能 K 线，然后有一根强阳突破，站上龙门线重新看涨。龙门线的话呢是 162.003， 看涨的目标可以放到彩虹带的下沿 171.576 和这根阴线缺口的下沿是 169.24。 而后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Circle 啊，它也是有一个钱袋子，然后有止跌阳线，但止跌阳线不强啊，只是略微的小阳线，所以这个买点不明确，最好等多一根阳线，然后守这个钱袋子低点做防守看涨。它整体的趋势不明确，是一个横盘，是一个震荡区间，目前到了下沿有钱袋子，这里有支撑很正常。反弹如果有效成功啊，我们可以看它的上沿。当中股票目前做多意义不是很大，除非你做日内高抛低吸还可以，但是做波段的话不是很好啊，还不如等它直接走出这个区间，然后再去看市场的回踩买点。那么这个游龙服务线啊，它的压力在 81.88。 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 OKLO， 那么 OKLO 为什么说它处于一种周线的大底模型呢？首先先看日线，日线的话它也处于一种上涨回调当中，而这个回调的位置很漂亮，就是回到了一个彩虹带以及龙门线共振的地方。曾经我们讲过很多次啊，彩虹带龙门线共振的地方，它又出现了一些九转信号啊或钱袋子信号，这种地方很要注意的。它转为紫色带之后，它往上走就有可能是一个大波段的一个起点位置，所以目前又来了啊，这个 OKO 又一波大的回调到了龙门线以及钱袋子附近，又产生钱袋子，又出现龙门线，又有一波强势上涨。好，已经有反馈了，虽然没有震荡啊，但是已经是一种反转的迹象。好，在这个龙门线附近产生。好，彩虹带呢由一个黄色转紫色，只要它回调，这里不跌破，基本上确认了。日线级别也是个不错的波段的买入信号，可以博弈至少一波相对于前期这种下跌的一个反弹。好，这种反弹空间就很大，哪怕它只反弹一半，是吧？利润也很高。像之前这种反弹啊，它基本上对应的只是左边的这波小波段，是吧？小下跌啊，它这种反弹是对应左侧的这种下跌的。如果这里产生一波上涨反弹，它对应的是前面这个高点往下的这波反弹，哪怕只反弹一半空间，它都足够我们做波段去拿的。如果它真的很幸运，让我们抓到是一波再次新高，那么就更开心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波段。像之前这种是吧，在这种位置出现，哪怕只是反弹是吧，我看一半的空间，看压力啊，这里滞涨了我去减仓，左边高点我去减仓，是吧？好，哪怕后面我不要了，这一波行情都足够我们啊2026年做一笔很不错的一个趋势利润了。那我们再看到周线上，就是你只要看空间够大，利润够多，那么止损你放好，那么就可以去跟踪。那么从周线上呢，它是不是也是彩虹带，而后是紫色的？那么目前也是出现了一个周线上的钱袋子加太阳 K 线，而后反包强势，是吧？这种就是我们说日线出现直接就是构成买点了。好，周线出现呢，你不能做周线买入啊，所以我们是日线找回调买点，周线有信号找日线回调买点，所以在这附近找买入机会。像之前这里也是一样的，周线啊出现了一些机会，然后是吧？蓝 K 突破，钱袋子突破啊，在这附近去找一些买点。
那么当下的日线和周线都还可以，它是不是也出现了之前下跌是个强的下跌动能，这一波下跌是一个相对衰弱的动能，是吧？整体有下跌背离，价格走势这一波上涨又比较强势，破了左边6日的高点，回调是吧？走出这种下跌反转结构是吧？这里就是一个颈线位，价格这一波回调止跌阳线买进，然后颈线位突破回踩再加仓，后续看至少一波大反弹。好，我们的防守位止损位，如果你是相对比较善于跟踪趋势的，你可以把仓位分配好，就是不要就是整体成本呢摊低啊，那么你可以把这个龙门线之下，就是你甚至呢可以把前面70.86啊，就逐渐设类似2到3个啊去减仓的地方，去止损的地方啊，类似这种。如果你看不了那么复杂，那么就直接以这个飘带啊作为防守。目前的游龙伏五线下沿它是 85.724 啊作为防守。如果收一根大阴线跌破，那么就有问题啊，跌破之后啊，它必须要在2天之内止跌，再重新站上才构成买点，否则不能乱买。当下呢，有同学已经买进了，这个阿哲是知道的。但这个地方的买点呢有啊，但不是很好，因为它还在创新低，所以这里最好构成一个分型结构。如果是强分型就更好，是吧？好，所以当下呢就可以买，但是只是小仓位，先试着，然后等更强阳线出现再加仓。这是 OKLO。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到 PLTR 它开始继续走下跌了啊。之前我们就说过，这个地方它一直没有过，就运线一直不过，走震荡，黄带这里一直走影线不太好啊。但我们之前还比较希望它能够守住这个一半，然后往上去走的，但它没有的话就算了。那么我们继续看它的下个支撑点，就是运线的下沿，这个前带子下沿，然后还有这个龙门线的支撑附近啊，去寻找这个机会。当前肯定是偏空方，因为飘带滞涨有效，下跌力度还挺强，所以在这附近呢找一些支撑点，龙门线在 164.64。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Coin 的行情走势下，我们会看到它跟 MSTR 是一样的，这里之前也出现过三财柱，这里呢也是三财柱啊，所以2次三财柱都出现。那么目前也有6的背离，只是不明显。当下呢就是再次的出现下跌，那么这里它的启动信号不明显的一个原因是飘带还没有转紫色，而上涨呢还是处于空方，一根2根就没了，是吧？突破这里都没突破，这里突破1根2根就没了啊，所以当前呢还在等啊，就是我们左侧可以买，就可以在这附近下跌的时候找买点啊，但尽可能不要跌破三台柱的前面的这种低点附近，不要有效跌破。前面三台柱在这里啊，然后低点在这里。好，这里之前跌破了，但是它很快收回来，不是有效跌破。然后这里又有一个三台柱，所以这里呢是一个区间，这个区间就构成三台柱所守住的一个底部区间。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这里应该不能被跌破，收阴跌破，那么就不太好。前面三台柱呢效果就减弱。好，所以这里应该走止跌，然后再去尝试突破飘带，然后转紫色，再看机会。目前的飘带游龙伏5线在 243.944 和 245.303。现在这个股我们看到 Core 位目前呢走了一波加速行情。之前我们讲过它的一些低位啊出现不断的量能的结构有问题，告诉大家能够去做一笔交易。这笔交易是不是从这个区间啊一半的阳线下沿作为止损，然后我们的成本控制在这根阳线一半附近。那么最近呢出现了一波上涨啊，目标位呢是看龙门线，但是不代表说它不到龙门线你就不走啊。股价上涨已经走了很明显的加速，市场环境目前有一定的危机感。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出现了黄色的金顶 K 线，你是不是应该减仓了呀？不一定非得要到目标才去全卖掉，是吧？逐渐上涨有风险减仓，如果金顶之后再金顶，那么就分批减仓。金顶消失收阴线，减仓力度再加大啊！我们一般金顶的右侧卖点就是收阴线跌破它的低点，这是右侧卖点。金顶出现时就做左侧卖出，是吧？股价上涨出现金顶，那么这些位置是左侧卖点。如果你说阿哲我不想卖到低点，或者说我不想在上涨时卖出，那么就找右侧。右侧就是把金顶 K 线最后一根当然你如果可以挑的话，挑相对的合理的一些防守位去跌破，再去做卖点。那么你可能卖的位置呢会相对低一些，但是它有可能会让你把握住一波连续的黄 K 的行情。当下这里也是一样的，看你选择，左侧开始可以减仓，右侧等跌破再卖也行。一旦回落缺口这里做支撑，飘带做支撑，
飘带目前的游龙线是 83.823。现在这股票我们看到美光和 RKLB 其实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它已经不构成回调的一个比较好的买点。就股价如果回调，它没有买点给到我们，就每次回调都是微调，它的买点其实在之前2次给到比较不错的这种买入机会，但后续一路上涨基本上就没有太多买入机会了，只有减仓机会。所以当前如果你的仓位还有，只能说持股待涨，但不作为加仓的一个标的。好，目前依旧处于加速，还在走强，那么就依旧持股待涨，我们等一些减仓信号出现。它的游龙线在 326.258， 好，所以目前这不是作为一个比较好的放多单的地方，因为它的位置一直没有给到特别好的地方，除非你做日内去找回调买点。日内的话呢，你又可以找到一些日线上你可能看不到的点，但这个呢会偏短线，在日线波段上来看，肯定是相对风险的一些点的。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RKLB。RKLB 呢，它之前回调过，在这里出现过买入的机会，当时我们也提醒过这是个买点。买入之后到现在九转后还在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不能随便加仓不要随便追涨，你找的应该是减仓点，不应该是加仓点，等待后续回调飘带再找下次买点。飘带目前在 83.228， 我们持续跟踪这2只强势的股票。所以之前我们要么你就在龙门线和飘带相对粘合的地方去找机会，要么就是股价走起来了回调去找买点，千万不要说我找突破买，是吧？不要去随便找突破买，突破买很多时候成功率很低，而后你的性价比、你的盈亏比都不好。那么以上就是1月17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